俄罗斯的端午之乱被普京压下来了，但关键问题依旧存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中恒 Talk， 我是卢忠诚。在日前中国的端午假期期间，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的突然叛乱在全球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这场端午之乱一度引发一小撮人舆论上的狂欢。当然了，关于叛乱的事情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俄罗斯也得到了这件事情最好的结局。然而隐患依旧存在，问题只不过被推后了。从克里姆林宫的表态上来看第一个是撤销了对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的叛乱指控，普京还是念旧了。第二个是对未参与行动的瓦格纳成员和国防部要签署协议，正式并入正规军。第三个是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不再留在俄罗斯，而是要前往白俄罗斯。虽然这个撤销指控有打脸的成分在里边，但不可否认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避免内耗流血才是当务之急。普京的这个让步并没有太多可以指摘的地方。对瓦格纳的战士来说没有从战斗英雄变成卖国贼，就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了。对我们中国来说俄罗斯的这个端午之乱能够和平解决，其实我们是真的松了一口气的。很大程度上，如果真的爆发叛乱，将很有可能直接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场形势。如果机会合适，北约甚至都可能入场。对我们来说，俄罗斯现阶段是绝对不能垮的，否则我们中国北面和西面将极有可能直面北约的压力，周边形势会变得更糟糕。中俄之间的合作是战略上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在美西方没有彻底放弃死心之前，中俄将在很长时间里都需要彼此的存在。而俄罗斯呢，可以被削弱，但却绝不能垮，这是底线。俄罗斯这一次的事情，在我们国内互联网上，一群人在大肆嘲讽狂欢，巴不得俄罗斯现在就解体垮掉，当场亡国。而本质上，他们这是在为美国做帮凶，其心可诛啊。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普京兵不血刃的把瓦格纳的事情解决了，但根源上来说只不过是把问题往后推了，隐患的根源并没有彻底解决。下一次对外战争如果失利，同样会爆发类似的情况。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瓦格纳集团这一次敢清君侧，指责俄罗斯对乌战争是绥靖政策，过于软弱。这本质上它是因为获得了国内很大一批人和组织的支持。在瓦格纳回国乃至最后向莫斯科进发的路上，大量俄罗斯正规军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直接让道，根本不去阻拦。换句话说俄罗斯现在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众对莫斯科当前的战争策略其实是有着更强硬的渴望的，这是典型的俄皇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膨胀，未必是好事其次，虽然瓦格纳的事件是压下去了，可是普通士兵的民族主义情绪诉求并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瓦格纳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来说代表了俄罗斯很多民众的态度。在宣布起兵的罗斯托夫当地，甚至有2个俄罗斯民众为支持还是反对瓦格纳打了起来，最后还是瓦格纳的士兵出面劝架。这就意味着普京现在靠着个人威望压下去的情绪，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将依旧在军队、民间甚至是政府内部拥有大量市场。这个情况不解决，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只是时间问题。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俄罗斯这一次靠着普京的个人威望把事情压下来了，可前线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瓦格纳打的攻坚战，现在瓦格纳没了，俄军能不能接手呢？普京已经70多岁了，还能在位置上待几年呢？俄军方高层那群人真的是不太好说至少瓦格纳的普里戈金和车臣的小卡德罗夫骂他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俄军的真实作战能力
到底如何呢？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